欢迎收看《空传》第3章猫头鹰和凤凰。今天的故事发生在古代梁国，讲述了梁国宰相惠子和哲学家庄子之间的一段奇妙对话。惠子是梁国的宰相，听到一个谣言，说庄子密谋取代他的职位。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，惠子下令搜捕庄子。然而，尽管搜查了3天3夜，依旧没有找到他。就在这时，庄子却主动出现了，并给惠子讲了一个寓言。南海有一种永生不老的凤凰，它飞往北海，只有在特定的圣树上才会栖息，只吃最精美的果实，只喝最清澈的泉水。有一天，一只猫头鹰正在啃食一只腐烂的老鼠，看到凤凰飞过，它惊恐地尖叫着，紧紧抓住死老鼠不放，惊慌万状。庄子接着问惠子：“宰相，为什么你这样发狂地紧紧抓住你的职位，对着我惊恐地尖叫？”通过这个寓言，庄子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：真正的精神超越了世俗的权力和欲望。惠子的恐惧和执着，就像那只猫头鹰抓住腐烂的老鼠，而庄子则像那只追求更高目标的凤凰。宗教性的头脑不是野心勃勃的，真正的宗教性来自内心的平静与自由，而不是对权力和地位的追逐。野心源于自卑，而自卑又创造了野心，这样的恶性循环只会让人陷入永无止境的痛苦。让我们反思，是否也在生活中像那只猫头鹰一样，执着于腐烂的老鼠，而忽略了内心真正的渴望？是否愿意放下这些执着，追求那清澈的泉水和珍惜的果实，成为内心的凤凰？感谢收看本期节目，下一章我们将继续探讨庄子的智慧，敬请期待。惠子是梁国的宰相，他听到了一个秘密的消息，信以为真。据说庄子砍于他的职位，正密谋取而代之。庄子来梁国的时候，惠子下令逮捕他，但虽然他们搜查了3天3夜，也没能找到他。这时，庄子却自己上门见惠子。他说：“永生的凤凰从南海飞向北海，除非是特定的圣树，它才栖息。它只吃最精美的珍稀的果实，它只喝最清澈的泉水。有一次，一只猫头鹰正嚼着一只腐烂的老鼠，这时它看见凤凰飞过，它惊慌地仰着头尖叫，紧紧抓住死鼠不放，惊恐万状。宰相，为什么你这样发狂的，紧紧抓住你的职位，对着我惊恐的尖叫？”从根本上说，宗教性的头脑不是野心勃勃的。如果有野心，不管是哪种野心，就不可能有宗教性，因为只有优等的人才能成为宗教性的。野心意味着低等。试着弄懂这一点，因为这是一条基本的规律。不懂这一点，你也能去寺庙，你也能去喜马拉雅，你也能祈祷，你也能静心，但一切都是白费。如果你还没有明白你的头脑是野心勃勃的还是没有野心的，你简直是在浪费你的生命。你整个的探索都会是没用的，因为野心从来不会导向神性，只有没有野心才能变成门。现代心理学也同意庄子、老子、佛陀和其他所有知道的人同意自卑创造野心，所以政客从人性上最低劣的特质里产生。所有的政客都是手陀螺，不可接触的人。这不可能是别的，因为当头脑感觉到自卑情节，它就要力图变成优等的相反的一面产生了。你觉得丑的时候，你力求美；如果你是美丽的，那么就不必努力。所以，看看丑陋的女人，你就能逐步认识政客的本性。丑陋的女人总是力图掩藏她的丑，总是要打扮的美一点，至少脸，化妆过的脸，衣服、饰品都属于丑。丑陋总归要克服掉，
你就不得不创造一个反面来掩盖它，逃避它。一个真正美丽的女人是不会担心的，她甚至意识不到她的美。只有没意识到的美是美丽的。当你意识到的时候，丑陋就进来了。感到自己比人低劣的时候，你把自己跟人比较，发现他们比你优越的时候，你会做什么？自我感到受了伤害，你比人低劣，你恰恰不能接受这一点，所以你不得不自欺欺人。你怎么欺骗？有2种办法，一是发疯，那你就可以宣称你是亚历山大、希特勒、尼克松，这样事情就简单了，因为那时你就不会为别人说什么烦恼了。到全世界的疯人院去看看，在那儿你会找到历史上所有伟大的人物，他们仍然活着。尼赫鲁在世时，印度至少有1打人相信他们是潘迪特·贾瓦哈拉尔·尼赫鲁。有一次，他到一个疯人院去为一个新的部门举行典礼，疯人院的管理人员安排了一些人放出来站在他的边上，因为现在这些人已经恢复健康正常。第一个人被带到他面前介绍给他，所以尼赫也向这个已经比较正常的人自我介绍：我是潘迪特·贾瓦哈拉尔，印度总理。疯子笑着说：别担心，在这里待3年，你会像我一样恢复正常。3年前我刚到这里的时候，我相信我是印度总理，但他们完全治愈了我，所以不用担心。这类事情发生过多次。劳合·乔治是英国首相，战时每晚6点都进行灯火管制，谁也不可以离开家，所有的交通停止，不允许开灯，每个人都必须待在某个掩蔽处。劳合·乔治正像平时傍晚一样散步，这一次他忘了灯火管制这回事。突然警报器拉响了，已经6点钟了，到他家至少还有1英里，所以他敲了最近的门，对开门人说：让我在这里休息1晚上，要不然警察会抓我的。我是劳合·乔治首相。那人突然抓住他说：进来，这正是你该来的地方。我们已经有3个劳合·乔治了，这是个疯人院。劳合·乔治试图让这人相信他是真的，但那人说他们都证明自己是，所以别费心证明，你就进来，要不然我揍你。所以劳合·乔治只好整夜保持安静，要不然他真的会挨揍。他怎么能证明自己呢？已经有了3个劳合·乔治，他们都力图证明自己是的。一种办法是发疯，你突然宣布你是优等的，是最高的。另一种办法是做政客，要么发疯，要么做政客。靠政治你不能突然宣告，你得证明你真的是总理或总统，所以这是一条漫长的路。疯狂是通向重要性的捷径，政治是条漫长的路，但他们都通向同样的目标。如果世界要变成健全的、正常的世界，那么有2种人要治愈：疯子和政客。2者都有病，一个绕了远路，一个抄了小路。要记好，疯子的危害比政客要小些，因为他只不过宣告他自己比人优越，他不操心去证明这一点，而政客操小去正捧他，证据是非常昂贵的。希特勒想证明什么？想证明他是最优越的、至上的雅利安人。要是他发疯，抄那条小路，对世界来讲倒会好些，那就不会有2次大战了。政客们更危险，因为他们是有证据的疯子，他们是仅仅为了掩盖他们里面的低劣去实现、达到一个目标的疯子。一个人不管什么时候感到比人低劣，他就得证明，或者只靠自我蒙骗，从而使自己相信他不是比人低劣的。如果你病了，你就不能是宗教性的，不是圣弗兰西斯式的人的那种疯狂，那种疯狂来自狂喜，这种疯狂来自低劣。圣弗兰西斯式的人
或庄子式的人的疯狂源自优等，源自心灵，源自创造性的源泉。这另一种疯狂由自我产生，灵魂总是优等的，而自我总是低劣的。所以自我主义者不得不用种种方法变成政客，不管他选择什么职业，通过这职业他会成为政客。我说的政治是什么意思？我是说自我与自我之间的冲突，求生存的争斗。你的自我和我的自我相抵触，我们就是政客。我与任何人的自我都不抵触时，我是宗教性的人。我不想比人优越时，我就是比人优越的。但这种优等不是低等的对立面，它是低等感的不在。这个区别要记住。有两种类型的优等，一种你只是把低劣掩盖起来，覆盖起来，你再用一只面具，面具背后是低劣，你的优等只是表面的，在深处你仍是低等的。因为你不断感觉到这一点，你只好戴着这优等的面具，美的面具。因为你明白你是丑的，你就得人为的变美，你就得展示，你就得把一张假脸给人看。这是一种类型的优等，它不是真的。还有另一种优等，那是低等的不在，而并非是它的对立面。你完全不比较，你不比较的时候，你怎么会比人低劣呢？瞧，如果你是地球上唯一的人，再没有别人，你会比人低劣吗？你把自己跟谁相比呢？与什么相比？如果只有你一人，你会是什么？比人低劣还是比人优越？你两者都不是。你不可能比人低劣，因为没有人在你之上；你不可能宣称你自己比人优越，因为没有人在你之下。你既不比人优越，也不比人低劣。我对你说，这就是灵魂的优等。它绝不比较，比较就有了低等。不要比较，你完全是独特的。在低等几经消失这个意义上，一个宗教性的人是优等的。在以盖过自己的低等这个意义上，一个政客是优等的。低等藏在那，他仍在内部。他不过是在利用一个优等的人的装束、面孔和面具。你比较的时候，你就错过了，然后你就会总是看到别人。没有两个人是同样的，他们不可能是同样的。每个个人都是独特的，每个个人都是优等的。但这种优等不是能划叫的。你是优等的，因为你不可能是别的。优等恰是你的本性。那树是优等的，那岩石也是优等的。整个存在都是神性的，所以这里的一切怎么会是低等的呢？它是上帝在诚实上万条路上充盈着。有的地方上帝变成了一棵树，有的地方上帝变成了一块岩石，有的地方上帝变成了一只鸟，有的地方上帝变成了你。只有上帝存在，所以不能有比较。上帝是优越的，但不是比别的东西优越。因为只有上帝在，不可能有任何低等。一个宗教性的人逐渐体验到他的独特，体验到他的神性，他通过对神性的体验，逐渐认识到所有东西的神性。这不是政治性的。因为现在没有野心，你没有什么要证明，你已经证明了；你没有什么要宣告，你已经宣告了。你特有的存在就是证据，你存在，这就足够了，不再需要别的了。所以把这作为基本的法则记住。如果在宗教中你还是不断的比较，你就是在政治中，不是在宗教中。那就是所有宗教已变成政治性的缘故。他们用着宗教的术语，但藏在背后的是政治。伊斯兰教是什么？印度教是什么？基督教是什么？他们都是政治团体、政治组织，在宗教的名义下进行政治活动。你到寺庙去祈祷的时候，你只不过是祈祷还是进行比较？如果别人在那里祈祷，比较是否就在你头脑里产生了？你想知道是他比你搞得好，还是你比他搞得好吗？那么寺庙不复存在了，寺庙消失了，
它变成了政治。在宗教中，比较是不可能的，你只要祈祷，祈祷变成你内在的存在，它不是外在的给人比较的什么东西。这种不可比较的祈祷，不可比较的静心，会把你引向整个存在的内在优越性。佛陀说，不要野心勃勃，因为野心会使你总是比人低劣。没有野心就能获得你内在的优越性，它是内在的，它不必证明或获得，你已经拥有了，你已经具有了，它已经在那里，它一直与你同在，而且还会一直与你同在。你特有的存在是优越的，但你不知道有什么存在，你不知道你是谁，所以花这么多的功夫寻找你是谁，搜索证明你比别人优越。你不知道你是谁，你一知道就没有问题了，你已经优等了。而且不仅你是优等的，一切都是优等的，整个存在都是优等的，没有什么是低等的，因为上帝是一，存在是一，低等与优等都不能存在。没有野心的头脑逐渐体会到这一点。现在让我们来看庄子的话，这个绝妙的事情真的发生过。庄子在他去京城的路上，惠子就害怕了，他必定即通过秘密警察、刑事调查部得知庄子要来。政客们总是害怕，因为每个人都是他们的敌人，即使朋友也是敌人。一个人不得不提防敌人，保护自己，因为他们也企图把你拉下马。记住，没有人是朋友。在政治上，每个人都是敌人，友谊只不过是个假象。在宗教上，没有谁是敌人，在宗教上不可能有敌人，在政治上则不可能有朋友。因为庄子要来，惠子就害怕。庄子如此优越于人，以致惠子认为他很可能想做宰相，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境况。当然，庄子是优越的，不是与别人比较中的优越，他就是优越的，这是内在的。一个庄子那样的人行动时，他就是王，他是否像一个乞丐那样生活是无关紧要的，不管他走向那里，他都是王。王的资格不是他外在的东西，而是内在的。本世纪初，一个化缘的僧侣从印度到美国去，他的名字叫罗摩提尔陀，他总是管自己叫皇帝。美国总统来看他，大吃一惊，他只是个乞丐。总统问，我不能理解，为什么你叫自己皇帝？你看起来像个乞丐。你甚至写过一本叫做《罗摩皇帝的6道敖令》的书，为什么？罗摩提妹陀笑着回答，看我的内在，我的王国属于内在的世界。看我里面，我是一个皇帝，我的王国不是这个世界的。因为这一点，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他总是说我是王，他被误解了，国王希律警觉了。比拉多总其认为耶稣是危险分子，因为他谈论王国和国王，还曾宣称我是犹太人的王。他被误解了，他说的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另一种王国。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，士兵们寻他开心，向他扔石头和鞋，嘲笑他，把一顶荆棘边的王冠戴在他头上，上写犹太人的王。他们一边扔石头和鞋，一边说，现在告诉我们王国的事，说啊，你这个犹太人的王。他是在说另一种王国，不是这个世界的，那王国不是外在的，是内在的。但每当像耶稣一样的人行路，他就是皇帝，他无法避免。他不与任何人较量，他不热衷追求这个世界的王冠，但不管他到哪里，野心勃勃的人就会害怕，政客们就害怕，这人是危险的，因为他的脸、眼睛、走路的样子都表明他是个皇帝。他无需证明，他就是证据。他无需说出来，无需说。所以惠子通过秘密警察得知庄子要来，就认为他必定是来京城取代他的，不然的话为什么来呢？
人们到京城来为了当官，一个人绝不会为别的到城里来。人们到首都来是因为野心，来寻找自我，寻找认同。为什么他要来一个托钵僧，一个乞丐？他有什么必要到京城来了？他必定是来谋取我的位置，我的交易的。他必定到国王那里说，我是合适的人选，让我做宰相，我要把美妆错事都弄对，我会解决你所有的问题。那人有光环笼罩，具有神秘的魅力。惠子害怕了，大臣之类总是低等的，在深处，自卑情结像一种疾病，像一条虫啃着心，总是害怕优越者。惠子是梁国的宰相，他听到了一个秘密的消息，信以为真。据说庄子砍于他的职位，正密谋取而代之。政客们不能做别的想，要弄懂的第一件事就是你是什么，你就认为人家是什么。你的欲望，你自己的野心给了你模板。如果你追逐金钱，你就认为人人都是追逐金钱的。如果你是个小偷，你总是检查自己的口袋，你就是这样表明你是个小偷。你的内在欲望就是你的领会的语言。政客们总是从阴谋诡计的角度来思考，某某人要篡我的位，某某人想除掉我，因为这就是他们已经做的，是他们一生中一直在做的耍阴谋。政客是阴谋家，那就是他们的语言。你通过自己的头脑来看别人，你把深深隐藏在自己心里的东西投射到别人身上。惠子想，这个庄子正密谋取代我。当庄子上门拜访他的时候，惠子派人去逮捕他，但他们搜了3天3夜，却没有找到他。这真美！警察只能找到小偷，他们彼此理解。警察的头脑和小偷的头脑并无两样，他们思考问题的方法是一样的，只是他们的主人不同。小偷为自己工作，警察为政府工作，所以警察能抓小偷。如果你派圣人去找小偷，他不会倭道的，因为他会用他的眼光去看人。在一个宗教节日里，有个拉比从一个年轻人身旁走过，年轻人在抽烟，可那天抽烟是禁止的，所以拉比制止他并问道，你不知道吗，年轻人，这是个宗教节日，你不该抽烟。年轻人说，是的，我知道这是个宗教节日。他俩继续抽烟，不仅如此，他还把烟吹到拉比的脸上。拉比问道，你不知道抽烟是禁止的吗？年轻人不屑一顾地说，是的，我知道是禁止的，可他还在抽。拉比仰望着天说，父啊，这个年轻人是美好的，他也许违反了律法，但没有人能迫他说谎。他是个诚实的人。他说，是的，我知道这是宗教节日，是的，我知道这是禁止的。在审判日别忘记，这个年轻人不会被迫说谎。这是个美好的拉比，这是圣人的头脑。他看不到错误，他总是只见到对的。警察找不到庄子是不可能的。如果他是个有野心的人，如果他曾经密谋过，如果他用政治的头脑思考，他们就能找到他，那他就会被抓到。警察必定查我了他不在的那些地方，他们必定在路上擦肩而过好几回。但他是个乞丐，一个没有野心的人。他不密谋，他没有阴谋的头脑，他就像一缕清风。警察找啊找啊，花了好几天也没能找到他。你只能找到你所是的东西。你总是在别人那里我到你自矣，因为别人恰好是镜子。要抓庄子，就需要一个老子式的人物，没有别人能抓住他，因为谁能领会他呢？需要一个佛陀式的人物，佛陀或许能猜到他在哪里，但是一个警察不可能，除非庄子是个小偷，那才可能。看看警察吧，看他存在的样子，他说话的
的样子，他说的脏话甚至比一个小偷的语言还要粗俗。警察的比小偷还要粗俗，要不然小偷要赢了。有一次，一个人被警察抓住了，地方法官问他：“告诉我，你给抓起来的时候，警察对你说什么了话？”那人说：“我能在这法庭上把他的话照样直说吗？你不会觉得冒犯你吗？他大概会使你受惊的。”地方法官说：“除了那些粗话，告诉我们他说什么。”那人想了想说：“那么，警察什么也没说。”警察回到惠子那里报告说：“他们我不到庄子，没有这么个人。他们该有一张画像，有某种认出他的办法，某种怎样我到他抓住他的主意，有他的样子。但是庄子没有什么特征，他没有面孔，他时时刻刻都是一股流，是流动的。他时时刻刻都反射回应着存在，他没有固定的寓所，他是没有家园、没有面孔的。他没有名字，他不是过去，他总是现在，而所有的照片都属于过去。这是美丽而意味深长的。虽然看起来荒唐，但据说你不能拍下像佛陀那样的人的照片。不仅你不能拍下他，而且一有照片，佛陀就已经移动了。所以照片总是过去的，而从不是现在的。你把握不到佛陀当下的脸，你一把握到，他就已经流逝了；你一领会，他就已经过去了。佛陀还有一个名字叫如来，这个词真是妙，它意味着佛陀来来去去，就像风一样，这样像风一样来，又这样去。你不能给风，给清风照相。你抓他之前，他已经走了，他再也不在那儿了。庄子不会被我盗，是因为警察搜查他的过去，而他生活在当下。他是存在，不是头脑。头脑能给抓住，但存在不能。没有网，头脑能非常容易的抓住，而且你们都这样那样的给抓住了。因为你有头脑，妻子、丈夫会抓住你，商店、珠宝、邮局，一切都会抓住你。有许多网，千万张网，除非体从头脑里解脱，不然你就得不到自由。你会一次又一次给抓住。如果你离开这个妻子，另一个女人会立即抓住你，你逃不掉。你能躲避这个女人，但你无法躲避女子。你能躲避这个人，但你上哪儿去呢？你刚离开一个，另一个已经进入你的生活了。你能离开这个城镇，但你上哪儿去呢？另一个城镇会抓住你。你能离开这个欲望，但另一个会绑住你。头脑总是被捆绑着，它已经被抓住了。你卸下头脑的时候，警察就抓不住你了。这庄子没有头脑，他是个没有头脑的乞丐，或者是没有头脑的皇帝，意思是一样的。人们无法抓到他。庄子来梁国的时候，惠子下令逮捕他，但虽然他们搜查了3天3夜，也没能找到他。就在这时，第3或第4天，庄子自己出现在惠子面前，说道：“我庄子这样的人是抓不到的，他总是自己出来，这是他的自由。你抓不到他，你只能邀请他。出现或不出现是他的自由。有头脑的时候，你总是给抓住。头脑强迫你，你是头脑的囚犯。没有头脑的时候，你就自由了。你可以随你自己出现，还是不出现，这是你的自由。如果我在对你说话，这不是因为你问了我问题，这是我自己愿意。如果我与你一道工作，这不是因为你，而是我自己愿意。没有头脑的时候，就有了自由。头脑是一切奴隶制度的基础。”庄子自己出现了，讲了一个美丽的寓言。从你内心最深处的核心来听这个寓言。你听说过南方的那种鸟，永生不老的凤凰，一种玄奥的鸟吗？这是一个中国神话，它美丽而意味深长。
神话不是真理，但它比任何真理还要真。神话是个预言，它揭示那些用别的方法揭示不了的东西，它只能通过预言，通过诗来说。神话是诗，它不是一种描述，它揭示真理，那并非外部世界的一件事，它属于内在世界。你听说过南方的那种鸟吗？对中国而言，印度是南方，那岛就生活在这里。据说老子是往南方消逝的，他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死的，他永不会死。这样的人永不会死，他们只是往南方去了，他们往印度消逝。据说菩提达摩来自南方，他离开印度，寻找他要传佛陀珍宝的门徒。等了9年之后，他能够传下去了。据说他随后就消逝了，又往南方去了。印度在中国的南方。确实，印度是所有神话的源泉，全世界没有一个神话不是在这里产生的。科学产生于希腊的头脑，神话产生于印度的头脑。只有2种看世界的方式，一种是科学，一种是宗教。如果你用科学的方式看世界，就是通过分析、数学、逻辑来看。雅典、希腊的头脑向世界贡献了科学，贡献了分析、逻辑和怀疑的苏格拉底方法。宗教是看世界的完全不同的方式，他看世界是通过诗，通过神话，通过爱。当然，这是浪漫的，他不会给你事实，他要给你的只是虚构的东西。但我说虚构的东西比任何事实都真实，因为他们给你的是最内在的核心，他们不关注外在的事件。所以印度没有历史，它只有神话、往事书，没有 itihas， 没有历史。南无不是个历史人物，可能有这个人，也可能没有，这无法证明。克利希那是个神话，不是历史事实。也许他存在过，也许没有。但不论克利希那和南无是否历史上的人物，印度却从未为这事纠缠过。他们是含义深远的，他们是伟大壮丽的诗篇。而对印度而言，历史是无意义的，因为历史只包含了纯粹的事实，它从未揭示最内在的核心。我们关注最内在的核心，关注轮子的中心。轮子不停地在转，那是历史，但轮子的中心是绝不动的，这就是神话。庄子说，你听说过南方的那种鸟，永生不老的凤凰吗？所有出生的都要衰老，历史不会相信这鸟，因为历史意味着开端和结束，历史意味着生与死之间的跨度，而不生与不死之间的跨度就是神话。南无从来没有出生，也永远不会死。克利希那从来没有出生，也永远不会死。他们永远都在。神话不关心时间，它关心永恒。历史随时代变化，神话一直同人生有关。是的，神话永远不会过时。报纸是历史，而昨天的报纸就已经过时了。南无不是报纸的一部分，它不是新闻。它永远不会过时，它总是在当下，总是意味深长的，总是有关的。历史不停的变化，南无保持在轮子的中心，一动不动。庄子说，南方的永生不老的凤凰吗？你可曾看到过老年那摩和老年克里希那的画像？他们永是年轻的，甚至连须都没有。你可曾看到过有胡子的南无的画像？除非他荷尔蒙有什么问题，否则胡子必定已长出来。如果他是个男的他是男的那胡子必定已长出来。如果那摩是历史人物，那就会有胡子，但我们把他画成没有胡子的，因为一长胡子你就开始变老了，他迟早会变白的。死亡正在来临，想到南无死，我们受不了，所以我们把他脸上任何死的征兆都完全清楚了。不仅对南无是这样，耆那教的24祖都没有胡子。
佛陀和印度教的所有化身都没有胡子，这只是为了指出他们永远年轻，指出永恒性，超越时间性、遥远性。永生不老的凤凰，有时间一，在时间里一切都变化，一也有永恒。在永恒里什么也不变化。历史属于时间，神话属于永恒，科学属于时间，宗教属于非时间的，属于永恒的。在你也是这样，两者都存在，时间和永恒。表面上是轮子，时间，你出生了，你会死的，但这只是表面。你年轻，你会变老；你健康，你会生病。你现在充满活力，但迟早一切都会衰落，死亡会穿透你。但这只是表面，是历史的轮子。就现在，深入到你里面，永恒存在着，超越时间性存在着。没有什么变老，凤凰，南方，印度，永恒。没有什么变老，没有什么变化，一切都不动。南方就在你里面。就是这个缘故，所以我一直说，印度不是地理位置的一部分，不是历史的一部分，它是内部地图的一部分。它不在德里，它从不在那里。政客们不属于它，它不属于政治，它是内在的，它处处都在。一个人不管在哪里深入到他自己，他就到了印度。那就是印度具有永恒的魁力和磁性的缘由。每当一个人和他的生命在一起时变得不自在了，他就奔印度而去。这只不过是象征性的。通过物理运动，你不会我到印度。一种不同的运动是需要的。如果你开始从外在向内在运动，向南方，向神话的土地，向不老的永生的凤凰，永生不老的凤凰的土地。永生的凤凰从南海飞向北海，除非是特定的圣树，它才栖息。它只吃最精美的珍稀的果实，它只喝最清澈的泉水。这灵魂，你的存在的最内在的核心，除非是特定的圣树，它才栖息。这只内在的鸟，这是你的存在。它只在特定的圣树上栖息，它只吃最精美的珍稀的果实，它只喝最清澈的泉水。有一次，一只猫头鹰正嚼着一只腐烂的老鼠，这时它看见凤凰飞过，它惊慌地仰着头尖叫，紧紧抓住死鼠不放，惊恐万状。庄子在说，我是凤凰，你不过是只嘎着死鼠的猫头鹰罢了。你却在尖叫，我要来夺你的位置。你的位置，现的势力对我说来，只不过是只死老鼠。这不是我的食物。野心不足生命的道路，只对那些几经死亡的人才是。我已探查过野心，我发现它毫无用处。一天，有个妇人来到一个拉比面前痛哭流涕，但拉比在祈祷，所以他对秘书说，进去，即使他的祈祷不得不被打断，也打断他。我的丈夫离开了我，我想要拉比祈祷我丈夫回来。秘书进去打断了拉比。拉比说，告诉他别担心，她丈夫不久就会回来的。秘书回来告诉那妇人，别担心，别难过。拉比说，你丈夫不久就要回来的，回家去吧，轻松些。高高兴兴的，那妇人离开了，还一边说，神会奖赏你100万次还不止，他多么善良啊。但那妇人一离开，秘书就变得很难过，她告诉旁边的人说，一点用都没有，她的丈夫不会回来了。可怜的妇人，可她离开的时候还高高兴兴的。边上的人说，可这是为什么？你难道不信任你的拉比和他的祷告吗？秘书说道，当然我相信我的拉比，我也相信他的祷告，但他只看到那妇人的请求，我看到了她的脸。她的丈夫再也不会回来了。看到了有野心的脸，看到了有欲望的脸，看到了有贪欲的脸，这个人就永不会回到他们那体。
回来是不可能的，这张脸是如此丑陋。庄子看到过有野心的脸，所以他说，你的努力，你的地位，你的宰相官职，对我来讲只不过是个死老鼠。不要尖叫，不要惊慌。永生的凤凰从南海飞向北海，除非是特定的圣树，它才栖息。它只吃最精美的珍稀的果实，它食喝最清澈的泉水。有一次，一只猫头鹰正嚼着一只腐烂的老鼠，这时它看见凤凰飞过，它惊慌地仰着头尖叫，紧紧抓住死鼠不放，惊恐万状。宰相，为什么你这样发狂的？紧紧抓住你的职位，对着我惊恐的尖叫。这是事实，但只有你终于有一天知道它，只有那时你才能明白。去听一个佛陀式的人，或耶稣式的人，或查拉图斯特拉式的人怎么说，你总是听到放下欲望，喜乐就是你的。但你无法放下，你不能明白，当你放下欲望的时候，喜乐怎么会发生？因为你只尝过欲望，它可能是有毒的，但它一直是你唯一的食物。你一直在那有毒的泉深取水喝，当有人说放下时，你会渴死。你不知道有纯净的清澈的泉，你不知道结有珍稀的果实的树，你只通过你的欲望来看，所以你看不到那些果实和那些树。你的眼睛充塞着欲望的时候，他们只看到死老鼠。罗摩克利希纳过去常说，有这样的人，除了他们贪恋的东西，他们看不到任何别的东西。这只猫头鹰可能坐在一裸大树上，但它只寻我死老鼠。不管什么时候看到死老鼠在街上，猫头鹰就变得兴奋了。如果你扔给它一个美丽的果子，它不会兴奋，甚至都看不见。它不会觉知到它，信息绝不会到它那儿，因为欲望就像一道滤网，一直地持续不断的，只有你的欲望允许的才能进入你。你的欲望就像站在你的存在的门口的守门人一样，他们只允许吸引他们的东西进来。把这个看门人换掉，否则你会总是靠死老鼠过活。你会仍然是一只猫头鹰，这是不幸的，因为凤凰藏在你的深处，而你的行为像猫头鹰一样，那就是不自在。那就是为什么你无法感到自在，你无法感到幸福的缘故。一只凤凰面对死老鼠，怎么会感到幸福呢？它总归不是吃老鼠的，这不是适合它的食物。这你已经感受过很多次了。跟一个女人或一个男人做爱，你曾很多次感觉到这人不适合你。凤凰坚持自己的意见，但猫头鹰要吵闹得多。人们听不见凤凰说什么，它的声音非常微弱，非常安静，它的声音不是进攻性的。在平和静心的一刻，凤凰说：你在干嘛？这不适合你。你在吃什么？这不适合你。你在喝什么？这不适合你。但猫头鹰的声音非常响，你一直相信它，相信了很长时间，以至于就像一个习惯一样，你一直追随它。它即便成了一个死习惯，你只是跟着它，因为这是阻力最小的办法。老一套就在那儿，你无需做什么，你只要沿着脚印走，你在一个圆圈里不停地走，同样的欲望，同样的贪恋，同样的野心。无怪乎你生活在痛苦中，你生活在噩梦中。让内在的庄子坚持他自己的意见，让内在的凤凰坚持他自己的意见。去听它，它是一个平静的小小的声音。你得要平静下来，你得要让这个猫头皮睡觉，只有那时你才能去听它。这猫头鹰是自我，是头脑，凤凰是灵魂。它出生在南方，从海里出来，它不是陆地的一部分。它不是从泥土中出来的，它从广阔的海洋里生出来。它永远不老，
永远不死。它只在罕见的、神圣的、圣洁的树上栖息，它只吃极其珍稀的果子，它只喝最清澈的泉水。那些全都在，那些圣树都在。因为猫头鹰的缘故，你已经错过了它们，而猫头鹰变成了你的向导。静心不过是使这只猫头鹰安静下来的努力，好让你听到平静微小的声音。那时你就会看到你一直在做什么，嚼一只死老鼠。庄子是对的，宰相没必要惊慌。当你的内在的凤凰开始它的生命时，那猫头鹰，那宰相一开始会非常惊骇。你的头脑会造出种种反对来阻碍静心，因为头脑害怕，宰相害怕庄子，害怕静心的品性要来代替它。你的头脑会抓住死老鼠，会尖叫，恐惧，就好像什么人要从他手里拿走食物一样。一开始这是会发生的，你应当警觉。只有你的警觉才能最终帮助你。不管一个人什么时候开始静心，头脑就反叛了。他突然提出各种各样的论证，你在什么呀？你为什么浪费时间？利用时间。有时间你能获得如此这般的成就。欲望还没有满足，他已经等待的这么久了，可你现在却把时间浪费在静心上，忘了他。那些说有可能静心的人是在骗你。相信头脑，头脑这么说。头脑对每个人都产生各种各样的怀疑，但唯独对他自己从不怀疑。我曾听说一个人在对他的小孩说话，孩子的家庭作业里有一项是写信，他写好信给他爸爸看，信里的拼写错误跟单词一样多，甚至还更多。所以这父亲就说，你的拼写真糟，你为什么不查字典？你感到怀疑的时候就查字典。孩子说，可是爸爸，我绝对没有感到怀疑。这就是你的头脑所做的事。他对佛陀说，可是爸爸，我绝没感到怀疑。头脑从不怀疑他自己，那就是问题所在。他怀疑每个人，他甚至怀疑佛陀这样的人。即使克利希那敲你的铲门，他也会怀疑；即使耶稣来了，他也怀疑。他一直都是这样，你也一直在这么做。你怀疑我，但你从未怀疑你自己，因为一旦头脑开始怀疑他自己，他就已经脱离存在了。一旦产生自我怀疑，基础就打破了，头脑就丢失了他的信心。一旦你开始怀疑头脑，你迟早会掉进静心的深渊。谢姆，一个神秘者，快要死去了。他的儿子名叫赫茨，是个非常呆滞的昏头昏脑的人。谢姆死之前告诉儿子，那晚是他最后一个晚上了。但赫茨说，没有人能知道死亡什么时候来临。他怀疑了。谢姆是他的父亲，千百万人相信他是弥赛亚，把千百万人引向救赎的人。但儿子怀疑了，并且那天晚上他睡着了，半夜他醒了，他的父亲死了。而后他开始哭泣流泪，他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机会，而现在再也不可能看到他父亲活着了。但他绝没有怀疑自己的头脑，他怀疑谢姆。他在绝望和懊恼中开始哭，他问上了眼情，现在父亲死了，他在生命中第一次对父亲说话。他父亲过去常常很多次地召唤他，赫霍，跟我来，而他常常说，好，我要来的，但首先我要做别的更重要的事情。这就是你的头脑正在说的，我不停地召唤你，跟我来。你说，现在有别的更重要的事情，过会儿我会来的，等着。但死亡打断了桥，所以赫霍哭着开始对他父亲说，我现在该怎么办？我迷路了，我在黑暗中，现在我怎样才能放下这个欺骗了我的头脑呢？我从没怀疑过他，而我怀疑你。现在这时我很悲痛，
巴尔、谢姆在贺词里面出现了。他说：“看着我，我做什么你也做什么。”像个梦，又像是幻觉。贺词看到巴尔、谢姆走到一个小山顶上，把他扔进了深渊。他说：“常做同样的事。”贺词说：“我明白不了。”真的，怀疑又产生了。这人说什么？这会是自杀？巴尔、谢姆笑了。他说：“你还在怀疑我，没有怀疑你自己。那么做这个。”贺词在幻觉中看到一座大山，到处都在燃烧，就像一座火山，到处都是火，岩石迸裂，整座山四分五裂。巴尔、谢姆说：“要么做这个，让头脑被拥进深渊，让头脑被完全烧掉。”故事是这样发展的。贺词说：“我要仔细想想。”不管你什么时候说我要想想，你就开始怀疑了，是怀疑在思考，不是你思考。没有怀疑的时候，是信念在行动，不是你行动。怀疑思考，替念行动。通过怀疑，你能变成一个伟大的哲学家；通过信念，你会变成庄子那样的人，变成永生不老的凤凰。通过怀疑，你能穿透时间的种种奥秘；通过信念，你会进入永恒之门。我曾听说关于2个迷路人的事，他们在一个很黑的夜晚，在森林里迷了路。这是个非常危险的森林，到处是野兽，树木非常茂密，漆黑一团。一个人是哲学家，而另一个是神秘者，一个喜爱怀疑，另一个听凭信念。突然来了一场风暴，乌云里亮起了一道巨大的闪电。哲学家看了天，神秘者看了路。在闪电的一刹那，路展现在他的面前。哲学家看了闪电，开始想，怎么了？他错过了那条路。当你迷失在一个比故事里的森林还要茂密的森林里，夜更黑，有时会有闪电。看好路。庄子式的人是闪电，佛陀是闪电，我是闪电。不要看着我，去看路。要是你看我，你就已经错过了路，因为闪电不会重复，它只有一会儿，而这个永恒穿透时间的时刻是极稀少的，它就像闪电。如果你看了闪电，如果你看了一尊佛是美的，他的脸吸引你，他的眼睛有磁力。如果你看着佛，你就已经错过了路。看那路，忘记佛。看那路，但那一看只在这样一刻发生，没有怀疑，没有信念，没有思考，没有头脑。庄子不应当被人思考，不要思考它，只让这故事渗进你，并忘记记它。这个故事把路指明了，看那路，做点什么。沿那路走，行动。思考不能指引你，只有行动，因为思考在头脑里进行，它不能变成整体，只有你行动的时候才是整体的。今天就到这里。结语：向前迈进的关键思考。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节目。通过庄子和惠子的故事，我们得以窥见人性中的野心与恐惧，也感受到灵魂深处的自由与超越。在这个充满竞争与欲望的世界里，我们是否也能像庄子那样，超越对权力和地位的执着，找到内心真正的平静？或许我们都应该问问自己，是否有勇气放下腐烂的老鼠，追求那珍稀的果实与清澈的泉水。愿大家在生活中能够放下执念，追求内心的自由与平静，找到属于自己的圣树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继续探讨庄子的智慧与哲思。愿大家都能在心灵的旅途中找到真正的自我。再见。